中美军舰再次在南海相遇，但是这次美军驱逐舰在面对我军补给舰的喊话驱离时，却选择了主动撤离。来看详细情况。各位老铁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，我是虎哥。前段时间美国多次派遣航母赴南海挑衅，但每次都能碰上我国航母在南海进行演习，并且每次还都被我军喊话驱离，此次无功而返。但自打辽宁舰返厂维修之后，我军就只剩一艘航母能用。就在大家都担心美军会不会加大在南海的挑衅力度的时候，美国制造的 F-35 隐身战机突然被查出有致命的发动机问题，可能导致战机坠毁。美国防部立刻下达全面停飞令，全球所有 F-35 战机暂时都进入了停飞状态。而失去了 F-35 战机的美军航母战力可以说失去了一大半，所以这段时间美军在南海地区是消停了不少，起码没看到航母出现在这儿的踪迹了。不过这航母的踪迹是没了，但美军其他军舰的踪迹还是能看到。近期我国海军在进行演练的时候又碰到了美军军舰，但和以往不同的是，这次的美国军舰在碰到我国军舰后十分客气，双方经过友好交流之后，美国军舰很快就选择了主动离开。据悉，这次我军在南海演习的参演舰艇是用于淡水运输补给任务的南水977舰和861长兴岛号远洋打捞救生船，而美军则是 DDJ-62 阿利伯克级驱逐舰飞刺杰拉德号。从纸面数据上来看，我国这两艘军舰显然是后勤船，可以说没有任何的战斗力。而美国海军这次的阿利伯克级驱逐舰不用多说，火力肯定是碾压我国海军这两艘舰艇的。按照美国以往的做法，应当是展现霸权、欺负人的好时候才对，但这次却不同。在这次的相遇中，我军南水977舰在发现飞刺杰拉德号后，随即使用无线电喊话，而飞刺杰拉德号驱逐舰在收到信息后，与南水977舰进行了友好交流。我国海军表示，为了你自身的安全，请注意我的动态，建议你立即向右转向，远离我舰。面对这警告式的喊话驱离，美国海军很配合地回复，我会很快调整航向，远离你和861舰。而在美军答应远离我国军舰时，我国海军又喊话，要其至少保持2海里的距离。面对解放军的要求，美国海军很快地答应了回复，收到，会保持2海里安全距离。就这样，这次的中美海军南海相遇，以双方没有摩擦冲突、和平友好的方式结束。从这次对话能够看出，美军这是选择了主动离开，并没有等我军发出追加警告。虽说这次相遇的中美军舰，美军舰实力要远超我军，但这艘军舰上的美军也很清楚，不能和中国海军在南海发生冲突。南海虽然不是中国的内海，但绝大部分海域都是中国领海，因此中国海军随时能出动舰队前往南海执行任务，或者是支援这两艘后勤舰。美国军舰出现在南海公海海域是没问题，但是出现在我国海军进行军演的地方就有问题了。我国海军完全有理由将这种行为认为是一种军事挑衅，可以开火射击的。虽然在这儿的只有2艘后勤船，但是后方可是有着不少的大哥在罩着呢。更何况还有射程数千公里的导弹能够瞄准。一旦美国这艘军舰仗着自己的火力强大，想要和我军的后勤船碰一碰，那么下场绝不会有多好。事实上，从这几年美军来到我国周边地区进行的挑衅来看，虽然次数比之前要多了很多，但是在力度上却是越来越小。因为美军也知道，如果再敢像以前那样挑衅解放军的话，那么后果将会很严重。到时候打起来，受伤的只会是自己，而那些美国政客们却没有任何损失的大放厥词。
甚至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目的，借此机会加大力度，让更多的美军前赴后继地去中国周边当炮灰。这边美国政客们隔空打嘴炮是不会受到任何的伤害，但这些在一线的美国大兵们被大炮轰一下可是会出人命的。因此现在这些美军士兵虽然是接到了命令来中国周边搞事情，但也只是完成任务罢了，做做样子给别人看就行了，没必要动真格的。万一把自己小命搭进去怎么办？看看上次的美军巡逻机就能知道，都专门带着记者来了，这摆明就是为了完成美国那些政客们的任务来的。直到最后，这架巡逻机也没有闯入中国领海范围，哪儿来回哪儿去。